对，好，大家好，我是 AI 班刘宇伦，那就是欢迎大家来那个今天的周五 AI 超充站，那今天是我要代表就是 AI 班公文桌的身份来那个看看说，就是在那个 AI 对我们公文桌上面的这些routine的事情有没有一些可以减轻或是说增加一些效率的方法哈，那。其实那个大家可能觉得那个公文登记桌的角色在做什么？那可能觉得说就只是一个就是公文收发，然后就是转信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这些你看起来就是这些平常的小事情，然后它就那个就是它因为受限于系统，或是说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来文的量，其实是会让整个工作就是几乎是没有时间，然后那个去上厕所或是喝一杯水哦，那。包括说，那你这边有不停来的那个请办单，那包括现在其实又是所有的这些纸本的那个就是公文也都要，就是到公文系统去做登录，好，那包括还有，不是从公文系统过来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就是转制的信件，都是先到公文桌之后，再有公文桌再转到给那个每个承办人，那这个每个事情都是非常的繁琐，应该是它不是到那么困难，但是就是非常的多，那非常的routine 啊，那还有包括说，那可能有些公文桌可能要负责这个单位的那个每周的实务会议的一个汇报哈，那你可能就是你个礼拜一、礼拜二就要发通知给大家，然后去那就是你会诊之后大家的那个回报内容之后呢，给长官审核完之后呢，最后还是要再寄给那个就是企划组的程序。好，那这个每件事情其实你说那个就是一下子的事情，可是这个每个这是几分钟事情，那加起来就是可以占据你很多的就是生命哦。那所以就是我们在想说，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减轻那个大家就是在做这些很繁琐很 routine 的事情哦。那前面的就是讲者有讲过就包括说使用 Google Apps Street， 那有使用这些 Anti Gravity， 那我们今天大概后面也会使用到就是一些的范例使用这个就是那个 Google Apps Street 跟使用Google 的 Anti Gravity 来做一些自动化。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RPA 就是流程化那个自动化的机器人啊，那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就是不只有写程式，你不用写程式的话，也有一些就是工具，像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像就是Google Chrome 的 extension Automa，或是说你今天讲是在 Windows 的话，那你 Windows 有一个非常老牌的就是那个就是自动化机器人叫做 Power Automate 哦。POWER 就是 Automate 啊，那这个它也可以用，但是 Power Automate 对一般人来讲也是相对的复杂。那当然，你假如是说，那我们等一下讲很多的转型的事情是，可能有些人说，哎，那其实我过去用 Outlook 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些自动的收发转信啊。但是因为说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换到 Gmail，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大概已经没有在使用 Outlook。那所以可能过去你有一些的可以觉得说 Outlook 可以做很方便的事情，好像到 Gmail 上面好像不是那么顺啊。虽然 Gmail 也有可以做转型的事情，但是就是它的设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点哦。那所以这个第二部分我会讲到说如何用 Google Apps Street 去做这些自动化的事情。好，那就是其实就是工具非常多，那我们就挑几个，就大家可能也许比较容易上手的工具，让大家或是说比较可以就是实际使用这个 RPA 机器人的自动化的事情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启发了。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会讲到是使用这个 Automa。好，那左下角这个是一个 Automa 的那个就是连接，等一下我再先分享给大家好了。稍等一下。那个 read 点 AI 要放进来。就是还有一个。那我就进来。好 ，OK。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目前是只有放在这次简报里面。那这个左下角这个就是一个 Automa 的 icon， 那点过去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 Chrome 的 extension。就是那你下载安装之后就可以去使用。等一下我们介绍说这些 Automa 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哈。那它不用写 code，但是你也可以写点就是简单的一些程式，
帮助你的一些流程可以变得更顺。那稍微复杂一点是你也可以下点参数那去做一些那个比较更贴合你的那个自动化的一些流程的一些额外的操作步骤，甚至它也可以在接到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目前生成式 AI， 也就是说，譬如说，假如你今天是在做公文做的分文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说，那我过去可能就是要一个一个手动去点，那这个地方你可能也许可以靠一些逻辑那或是说靠一些就是 AI 去帮你判断说这个文要分给哪一个承办同仁。那另外一个是更好的地方，就是说它跟 Power Automate 这些老牌的那个是 RPA 机器人一样，它可以用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操作步骤像那个就是 Excel 记局录制一样，全部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看它一步一步的过程。那等一下我们会示范，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一个修改。然后之后就是就可以把这个整个操作流程变成你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步骤。好，那我们先看看说它的步骤，其实就是你安装完之后呢，就是你要建立工作流程。那这个所有的功能就是会有分这个几个大类就是一些触发事件，然后你要选取哪些的元件，那这个要点击或是要去输入，那或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要重复去做？比如说你有2、3万个功能要去清单要去处理，那最后是那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大概是整套 Automa 的一个流程，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先看一下说，假如是我们今天是来看一个就是一个通知型的警办单那一般来说你遇到这个警办单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在左边去点一个就是取一个空白的拟办单，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边点一个 Automa 的，那点一个一般警办单之后，它自动会去生成稿件去取你的那个是空白的拟办，然后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罐头的那个拟办的语就是输入进去之后呢，自动帮你盖章。那你剩下的事情就是要把那个章拉到对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公共系统上面它比较老旧，所以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你盖章的时候，你再怎么调，它就是不会去盖到你正确的位置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这种多字型拟办单，你过去可能在那边拉来拉去，你可能要花个几分钟。那我只要就是文开启之后呢，大概是几秒钟之间，我就已经把这个论文处理完了。好，那你看它的步骤呢，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整个过程的步骤，一个触发就是说就是你点击开始的意思那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目前这个分页，然后要做一些点击，然后根据滚动就是去找就是空白拟办单，那之后去点这个空白拟办单之后呢，就把再按点这个加入，点加入之后呢，在右上角要点文号。那这个文号等一下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个右下角这边有个下载这个地方下载的时候呢，因为你每个单位的那个就是对于这种做通知型的请办单的公文号是不一样，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下载之后呢，需要这边做修改，改成你单位使用的这些文号。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表单是有一个是单位的就是内外栏文别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要稍微做个修改，因为每个单位是不一样。那接下来这个礼拜是有的罐头语就可以由你事先去设定，然后之后呢就是可以点击盖章之后就是盖上你的指名章但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你在办这种周知型的请办单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舒服，你就点一个键，那之后它全部机器人帮你做完全部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个范例那就是说我们请办单办完假设周知型的话呢，那接下来就是需要做一个通知的动作嘛。那可能有些的承办同仁是会就是将这个文就是用 email 方式去寄。那假如说你今天有 TPT 150的权限的时候，你可以用就是单位内周公告的方式去做。那所以我就是点开这个150这个功能呢 ，TPT 150之后呢，那过去我可能要在这边填一个很繁琐的一个就是表格看完之后就是头就晕了那因为你要先开启之后呢，再去填这个说要不要以 email通知要不要就是要寄附件，那是要公告到哪一个就是本单位，另外就是类别是什么那这个弄完之后，假如弄错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到全机关，这就会被其他单位来念个几句这样子。但是这边呢，基本上我刚才可以看到，就是我刚才只要填完就是要通知的公文的文号跟它的类别，那我就把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只要就是 copy paste 你的文号跟选择你的类别，那类别我是预设是这边是用就是全属周知那所以就算你不改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针对你单位内的一个就是公文公布
那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那可能过去要在那个 email 再贴来贴去的事情，那这是你只要按几个键，大家这个就是基本上就完成。那步骤你开发过程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要填很多的一些表格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流程可能就是代表一次的滑鼠或是一次的键盘那你可以看看，就是说我们刚才做那个事情，我们只点了2、3下而已。那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你过去的流程是要点个10几次那也就是说，那一天这样点下来，就是算起来就几百次这样在这里点所以就是那另外就是说，那你怎么去新增你的那个流程？譬如说，我有一个就是咨询师的一个自然教育训练的这个 Google Form 那我把它就是录影说我的填写过程我们先把就是在那点完之后呢，就可以工作流程这边新增的工作流程可以选择那个录制的方式录制的时候录制完要选择录制的时候呢，我们先给它一个工作流程一个名称那我们先点这个东西它就会开始去录说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这是大家开始就是点每个动作它都会去做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记录那等到点完的时候，我们大家快转。OK， 好，那我们没有要送出，因为这个是那个咨询师的表单，怕说到时候我们那个就是真的送出的时候就是造成他们困扰。好，那我们重新回顾，那就是假如我们先同样是开启一份这个就是自然测验的这个表单，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刚才那个就是这个右上角这个 Automa 这个按钮，然后去选这个测验这个工作流程，那点完之后呢，它就开始自动去机器人帮你填完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流程是很快的，就是说你只要有想到一个可以适用的情境呢，那你可以自己很快的去把这个流程去做一个复制。那你可以发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点了非常多次，还有滑鼠滚轮在滚。那所以这个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试了的话，那其实这个Automa 这个 RPA 机器人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键盘跟滑鼠。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前面2个就是 TPT150跟就是办这个一般请办单的时候，会有就你下载的时候会是一个就是 Automa 的 JSON 档。那这个档案怎么样去汇入那假如是大家是觉得目前就是我先来试用看看就好那没关系，那就是我们看看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假设你今天就是个我们结束之后想要自己试看看那你就是这个步骤是先叫你安装一下 Automa，安装完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去下载之后就把刚刚你已经下载的这个就是这个流程的 JSON 档去把它汇入。我们在这个就是工作流程这边呢，就是我们用点右边的那个往下扭那这边有一个汇入功能之后，你就去点你刚才下载的这个档案。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已经就是有放在就是连接上面所以就是汇入的时候，它就可以这个直接就把这个整个流程就列进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交进来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在你的右上角这样就可以看到说，你有一个叫做一般请办单的，那这记得说你这个每个单位的这个文号跟那个它的那个归档的那个就是内外归档的那个字号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要做修改好 OK， 那接下来是讲第2个部分那就是复习过去前面几个那个就是很厉害的讲者那我们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我们也不用担心，就是他们已经跟我们讲说怎么做那我们就是比较他们就是教我们的方法去做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其实都不用花钱，就是因为过去有就是有同事问说，那好像大家都就是觉得说 AI 班就是要叫大家氪金但是你没有氪金，其实今天做的东西完全不用氪金，包括我们使用的 Gemini 就是一般的就是不是 Pro 账号的 Gemini 里面的使用的就是问答都可以做，就可以直接做到，而且都没有犯错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想说，那我们如何再进一步使用就是 Google Apps Street 那个我们就简称叫 GAS 那利用 GAS 加那个就是加 Gemini 来帮助你去做一些这种自动转信或是说自动的通知跟自动的回报这样子那我先看看说这个第一个范例就是我们常常会去收那个这个在工人的登记桌的 email 里面那也会收到很多就是从其他单位通知的，希望透过公文桌来周知的信那大家可能问说，那既然是要周知全部的人，为什么不用一个像说
每个什么母亲节啊，什么劳动节之后，不是都会有发一个什么部长关心你之类的东西来做啊？我问过资讯室的那个美惠科长，他是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用，就是全部事情都用这种方式去发送了哦。那既然不行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交给就是我们的 RPA 机器人。那我们第二个 RPA 机器人是透过就是 Google Apps Script 啊，那这个事情在做什么？就是说，那我们做完一个就是 Google Apps， 然后呢，那它就是会去读取你的 Gmail， 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就是在你的 Gmail 里面，就是它比如它的主题有符合特定条件的时候，那就会触发我们这时间到，我们大概是设定可以说，每半小时或是每10分钟检查一次，啊，有符合条件的时候，它会做那个自动的转寄的动作。好，那我先看一下，就是说，那这个要做这个事情那的时候呢，它大概有几个技巧哈，因为这个做这个所谓的就是转寄的时候，有个前置动作，一个是就我们这边看到 Step 00，我特别讲一下，就变成到时候你没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个灾难，就是说，那你会把全部过去所有的历史的信全部自动转寄给全部单位的人，然后大家会觉得突然间是被邮件炸弹攻击一样哈，所以在这个之前呢，那你可能就需要在Gmail 里面建立一个特定的标签啊，譬如说是你针对你准备要自动转寄的这些信的类别，你去做测试的同时呢，你去把这个旧的历史的信加上一个叫做已自动转寄的一个标签。那这个详细要选在这边，然后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特别去点，但是每个这个就是连接点过去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连接，教你怎么去做一个设定。好，那这个做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是做完，接下来就是按照说这个整个教学的步骤，好，那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说那个整个过程是在做什么。好，那所以其实我跟 AI 就是这个地方是没有 Pro 账号，就是一般账号，一般公司的账号之后呢，就是但是我是一样是选 Pro 的模型，因为它比较不容易犯错。那只是跟他讲说我要做这个就是 email 自动转送的事情，可以按照不同的规则跟类别哦。那所以他就帮我这个 Actually 去整个写好之后呢，那之后就是开始我们在想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去用它会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去教你去怎么去使用那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个 copy paste 的动作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定那在每个那个就是 actually 你的设定上面呢，你可能要去设定说你在这个通知的成员是要通知给谁，所以这个每个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拿到这个等一下教学的那个就是说明时候呢，你要去还是要做一点微调那做一个就是那这边假如说我们就是先做人事室的通知，因为人事室常常跟我们接大优惠嘛这个大优惠万一错过就没有时效，所以要记得就是能够设定一个自动转寄的一个优惠。那避免说我们让同仁就漏掉这个就是优惠的讯息还有包括一些人事室差勤通知，那他们是有一定的规则那人事室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做的蛮不错。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先在搜寻的地方那先测试说就找到这些那个就是机械信件，那我们要把全部信件都全部选取之后呢，给它一个标签叫做已经自动转寄在这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做完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教学步骤下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就是 Google 那个 Apps Script 就是能够就是建立进去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在Google 云端硬碟这边呢，你新增一个 Google Apps Script在更多的地方找到 Google Apps Script， 然后这边呢就是把你刚才的就是指令就是刚才就是这个一段程式你看不太懂的东西贴上去，但是记得要改一下，就是说包括说你要发信的身份是什么那或者说你的标签你刚才不是跟我一样的标签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给他一个新的那个就是你用其他命名的标签。那这个就是在专案的时候每个专案都给他一个名称，就知道说这个程式在做什么事情那给了名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把这个程式贴上去我快转一下，贴上去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接下来你是就要记得说，我这边是人事室的优惠然后这个资讯，那要通知谁，就把它加进去。好，那接下来就是说，那就是要做一些就是触发条件比如说触发条件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这边有一个触发条件是几点几分要去做一个通知
今天几班要去做检查啊，比如我这个是找小时计时器，小时计时器这边的话呢，我就设定是或是我分钟计时器哈，分钟计时器，那这个我们设定每10分钟去通知一次啊，就是去检查一次那个是不是需要做通知。那设定完之后呢，那就是我们开始就去做一个 test 哈，那 test 之后呢，就发现说，哎，有没有成功呢？在这个时候出团之后，有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就是说，Google 要求你一大堆授权，这个不用害怕，这个是 Google 跟你讲说，他要做这个，能跟你要这个授权的事情，要去做一些通知啊，可能会去读取 email 的事情啊。那这个你既然是说使用 Gmail 的话，没有道理不信任 Google。那这个是要特别讲一下，不要说在这个地方点了否，那就后面全部都不会自动化。好，那所以就是在这边呢，就你看到的说，我们这边就是有2封信，有2个通知。好，那我们就让程式自动启动之后呢，我们去检查说，那个后面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它就自动转寄过来。但是它会有一点小 bug 哈，我们这边暂停一下，就是这边在特定的邮件，假如说它的编码是有问题的话。就是原本你看到一些漂亮的这个就是一些表情符号或是这个符号的时候，在转寄的过程用这种自动转寄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乱码，这个是它目前已知的 bug 哈。那我有跟他来回很多次，目前是没有搞定啊，所以大概就是你要接受说它有不完美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个就实务会议的那个就是提报文件的一个通知，然后寄送给同事，那也是利用 Google Apps Street。那当然可以哈，详细教学也是在这边，就是大家点过去就可以看到，就不浪费时间。那就是我们预期就是说，那我每个礼拜就是礼拜1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动发一封信。那这封信就是说，这个请大家就是填报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的这个实务会议的资料，那什么时候要回复？那另外就是要在那个哪个地方填写，这个档案能够自动去帮你开好，每个礼拜的档案都是独立一份新的。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实际上在做什么哈。那这个有点长，我会尽可能让它快转。就是我也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prompt， 请他帮我教我做这个事情。那就是那他就跟你讲说这个怎么去做啊。那这个过程就略过。那基本上就全部都是用 CloudGmail 来帮你生成。生成完之后呢，就是你要去改它的单位跟这个范例。那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去按照他的给你教学，然后去做一个就是操作说明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看一下这样，不好意思，这个报告就是它的范例刚好就是我贴的影片贴错，没关系，那个到时候再另外就是再跟大家，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就是自动通知的功能哈，那这是产生像这样的功能。那接下来就是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汇整完之后呢，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说就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大家公文都知道说最后就是要寄给这个就是企划组的程序嘛，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可以自动？那当然可以啊，就是说，那我在我一个范本里面也是增加一个 Apps Script， 那这个 Apps Script 上面也就是写好说，那我可以有一个就是在 Google Docs 上面有一个就是启动的按钮，然后就是把这个 Script 切上去之后，它会在你的这个 Google Docs 的文件上面那个的功能上面多了一个按钮，多了一个按钮之后呢？好，我们这边就是一样，就是完成这个授权。完成授权之后，你就发现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会多一个叫实务会议工具通知。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快乐去点它一下。点它一下之后呢，就是它就会自动寄信到你的这边，然后就发现同仁就可以收到一个 email 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新的就是本周要提报的事项。所以你可以做一个自动通知，然后自动开档案，那自动再存一个资料夹，那也可以根据你的范本去生成你的那个就是预先要去填的那个就是草稿，那之后也可以就是一键去把那个资料去寄给企划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就是复杂一点，就是我们公文桌登记桌嘛，其实就是常常要去收一些就是那个通知型的警办单，但是通知型的警办单的时候呢，因为过去这个太多了，所以导致于说，那这个警办单这种通知型的警办单，它不会有一个 email 通知你说，有一个新的警办单到了。
那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会因为太忙就会漏掉，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交给机器人。那今天我们用到的是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 Playwright， Playwright 它就是一个是微软出的一个网页爬虫的一个工具，它就是会模拟成一个浏览器，那你可以进去就是去操作出浏览器可以操作的所有的事情啊。那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关键字，那之后呢，未来的话，你有使用 Anti-Gravity 的时候就可以去使用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是整个步骤，详细过程的话呢，那请大家参阅这个教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在这个 Anti-Gravity 的话呢，就是它有什么特别异人之处呢？就是在右上角这边呢，它有一个就是像是 Chrome 那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帮你装一个就是 Anti-Gravity Browser Control 在你的 Chrome 里面。那通过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Browser Control 呢，那你就可以去说请他说去操作这个就是浏览器，去帮你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上山下海的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去定义演唱会自动化的机器人可能过去你需要懂程式，现在就是你就交给就是Gemini 跟 Anti-Gravity 去做这个事情那这小心就是不要犯法这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他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是我就是使用程式自动去收文看我可以自动去登录到内网，登录到内网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去开启这个公文系统，开启公文系统呢，接下来就是我就会去切换我的身份到就是到登记桌那登记桌就会去检查说有没有那个需要就是那个就是要点的那个就是分送的那个就是收文的请办单这边刚好有一件那这个点了之后呢，就是那我就可以把那个就是这个文分给对应的承办人那所以就是这样子，他就完成了这份请办单的那个就是分办，有没有很快乐那接下来呢，就是同样的归档归档的话，我也可以去发现说，当你办完公文之后呢，也就是说你是非常多，那你发现你归档的步骤其实也是要点好几道那这个时候就万一说你都已经存了，然后你也不想再进去开一次的时候，那你可以让机器人帮你去做就是归档收文的事情然后就是归档的事情，那这一样就是用刚才一样的登录步骤，那就是切换身份之后呢，其实这个用承办人身份就好了那承办人身份那个就是可以去点归档那你可以发现说它就是帮你这个公文点进去，然后就是去做归档的事情。那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已经是程式自动化，这并没有那个到任何的云端，所以我已经写好，所以大家可以应该要用的时候可以用，但是要小心的是说，那你这个程式的那个就是密码档，我是放在一个叫做.env 档，这个.env 档就是千万不要放在一个所谓的就是公共的资料夹，另外一个是说这个.env 档的那个密码那个就是账号等等，你要自己去维护，那密码的话也是3个月需要。跟我们一般3个月换密码一样去做定期的更换那所以就是说，那我们今天介绍了3种的工具，你到底要选哪一种呢？就是按照你那个就是你的经验跟你的情境去做一个组合跟选择那导师 Automa 可能最适合这个完全没有基础的新手，但是你可能还是要知道有一点点的 HTML 的这个 CSS JavaScript， 甚至就是说知道有一点点什么是叫做动，或是说个网页的 element， 这样子会对你的在 debug 的时候会更顺手。那另外一个是说你稍微觉得说想要再多进阶一点，就是使用之前讲的 Google Apps Suite 这边可以做更多的这些自动化的事情。那第3个就是说，那你假如要做更高手、更进阶的话，那就是使用 Anti-Gravity 加上 Playwright 那你过去你有使用神语言都可以，但是目前的解决是只能用微软出这个 Playwright 那有没有第4种？当然有，就是只是说可能就是需要进入到氪金的状态，就是说他发现新的像是 Code Work 大家有在许愿，或是说那个就是 Perversity 有一个 Computer Use，Code 有 Computer Use， 那个在 Gemini 也有，然后这些都有一些更厉害的自动化，那包括说有些人说龙虾可不可以做到这些？龙虾当然可以做到，只是说你为了龙虾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帮龙虾喂这个很多钱的饲料，它才可以帮你做到这些事情。好，那所以就是我们希望说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一些启发，说把时间留给就是更有价值的事情那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假如这是第一次的时候，会觉得说会有一点的害怕或困难的时候，那没关系，你打电话来跟我们约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帮你
处理看看，或是说帮你做几次示范，甚至就直接让你位置上面帮你做操作给你看，好，那看看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OK，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是现场或是在线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没有的话，就是谢谢大家。那刚才有一个就是录音档，就是我放不对的话，我就会重新再去做一个修正。然后，那这个简报连接是跟这个一样，那就欢迎就是那个下个礼拜再准时收看，谢谢大家。